在《道德经》中，老子提及次数最多的无疑是水，最能概括咱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也无疑是水，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和上善若水。所以水的形象最能代表我们真正的形象、做事的原则和处事的方式。各位想想，怎么得到别人认可的呢？滋润万物，润泽万物，成就了其他的事物，也就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和口碑。很多的植物都能开花结果，水又不能开花结果，可是没有水就不存在生命。在我们的眼里，最高的智慧和品德就像水一样。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温和的、热爱和平的民族，善于成就别人，同时也成就自己，从而达到双赢的局面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这不是双赢的含义吗？在《道德经》里，总共讲了10条水的智慧和品德，在第8章就有8条。各位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老子是趴在水边悟出来的这个道理，他只是借助水的形象，把这个道理形象地传达给我们，能够被大家记住，更好地领悟和运用。后边我们讲到很多的事情也是如此，所以老子借助水的形象，把它从战争、政治、人生领悟的这种智慧与品德传达给我们。我们一条一条的来说，上善若水，句号。下面从8个方面来说。第1条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说到水善利万物前面这几个部分呢，我们大家没有意见。好，我们也不敢有意见。没有水，人类连生存都生存不下去。你说哪一个人类最早的文明不是在水边发源的？底格里斯河、幼发拉底河的2河流域文明，非洲的尼罗河文明，我们的黄河长江文明。所以水善利万物没有问题。可是这个不争却是大家争论比较多的。道家讲的不争到底什么含义？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老子为什么要借助水来讲不争？因为借助水的形象，大家很容易领悟出他讲的不争的含义。首先有边界不争，湖有湖畔，河有河堤，还有海岸，我的边界就在这，不与其他事物争功，不与其他事物争利，这就叫做有边界不争。其次有秩序不争，水流动的速度虽然很快，但是前后相随，循序渐进，非常有秩序。你看我们过十字路口的时候，马路上堵车的时候，一看到有空隙都往前争，最后都挤在那个地方了，大家都动不了。在工作中，如果大家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娴熟，给人的感觉不就是从容不迫，有条不紊，忙而不乱，淡定从容。最后呢，有牺牲不争。不知你有没有观察过河道，河道底部都是坑坑洼洼的，那水怎么才能往前流呢？前面的水把这个坑坑洼洼填平，后边的水才可以滚滚前流，这不就是前仆后继吗？都不做牺牲，坑永远在那，坎永远在那摆着，怎么向前流啊？人类社会不也是如此吗？大家一点牺牲不肯做，那怎么向前发展？第2条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，居善地。如果你要理解为水待的是好地方，那跟老子的意思就完全相反。水去的是什么地方呢？又低又脏的地方，大家都不愿意去的地方，水到那干嘛去了？行善，把那个地方的污浊洗净，在那个地方滋润万物。所以这句话就是讲这样的一个意思。大家还记得不记得78章那2句话？受国之垢，是为社稷主；受国不祥，是为天下王。古往今来，夺得天下的，表面上看是一家一姓，实际上不都是一个团队吗？用现在的话说，不就是一个党派吗？什么样的团队，什么样的党派才能夺得天下，做得了江山呢？夺天下容易，做起来就难了。你看咱们陕北的李闯王建立大顺王朝，没多久就塌台了。那什么样才能夺得天下，并就做得好江山呢？回想一下78章讲的那2句话：受国之垢，是为社稷主；受国之不祥，是为社稷王。受国之垢、受国之不祥和这个处众人之所恶，
这不都是一样的意思吗？所以在上善若水的8条里边，老子最推崇的是第2条。现在来看第3条，心善渊讲什么呢？我们现在经常用一个词来衡量一个人、一个团队，甚至一个党派的未来发展，这个词就叫格局。历史上有些人甚至用它来衡量一个小孩的未来。比如说，这人有格局，别看现在位置不高，事业不大，这人以后会有大的发展。那个人的格局太小了，给了他那么高的一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恐怕会害了他。格局和你的位置不相匹配呢，位置不就成了一个坑了吗？我的格局就这么大，就像这杯子一样，你给我再多的水，我也装不进去。什么叫格局呢？衡量的主要的维度是什么呢？2个方面最重要：一、视野宽；二、胸怀广。有这么一件事情，抗战胜利以后，有一个日本学者就来到了中国，他要研究一下中国人的战争理念和战争哲学，中国人凭什么打赢这场战争呢？很多人都不认为是我们自己获得战争胜利的，认为是外力的结果，是国际援助的结果，把这些因素看成是获得胜利的绝对性力量。经过研究的不断深入，日本学者发现了一本著作，那就是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。各位知道，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，抗战全面爆发。37年的8月22号到25号，在陕北召开的洛川会议，毛泽东在这个会上就开始讲论持久战的这个思想。38年这本书就面世了，他把战争的进程就概括为6个字，而历史就是沿着这6个字发展：退却、相持、反攻。我一开始打不过你日本，你日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，我中国4分5裂，军阀混战。你日本军队装备精良，有处心积虑，我在这一方面和你一比就很差了。所以你想一开始把它就挡在国境线外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那你得做这样的一种设想，有没有这样一种胸怀与格局？他进来之后你该怎么办？我们退却了之后该怎么办？一开始的退却，那打不过你当然得退却，保持有生力量。诱敌深入之后，日本的军队人数又不多，战线一拉长，我用空间来换时间，双方的力量就逐渐持平了，进入相持阶段。你看，一开始日本人好像得意洋洋，摧枯拉朽一般，自从武汉会战和鄂西会战以后，双方力量逐渐趋于平衡，进入相持阶段，咬牙坚持，这个是大家都知道，只要双方力量相持的时候，只要旁人推一下帮一下，就可以帮助一方获得胜利。可是你别忘了，这决定作用可不在外力，是你原来已经形成这样的一种状态，后边才能发挥作用。退却相持，反攻时，我们得到国际力量的援助，国际舆论的支持，因为我站在正义的一方，内部力量的增强，最终获得胜利。大家看69章，一开始就讲，用兵有言，吾不敢为主而为客。我才不去侵略别的国家呢，国虽大好战必亡。你侵略我，你就是侵略者。不敢进寸而退迟，打不过你的时候，我以退为进。大家注意看，这一段的倒数第2句话是什么呀？抗兵相弱，和上攻版本是相加，意思都一样。抗兵不就是抵抗的军队吗？双方力量趋于平衡。相持、相弱、相加，你看意思不都一样吗？但是毛泽东这个相持用的最好，有咬牙坚持的意思。最后一句话最妙，哀者胜之。哀可不是哀伤的意思。你看鲁迅先生写了一个阿 Q 正传，叫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。哀就是同情，得到同情的一方，舆论支持的一方，站在正义的一方，才能这样获得胜利。惊人的一致。所以按照这个思路，大家再来看这一章，有一段话原来是非常难理解的。是谓行无形，攘无弊，扔无敌，执无兵。什么意思？你侵略到别的国家里边去了，你遇到这些人没有战争军队的样子吧？没有成形成列吧？
可是他不是你的敌人吗？你侵略人家国家，里边这些人不是都是你潜在的敌人吗？他们没有成行成列，他们手中没有兵器，虽然没有兵器，但向你扔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也会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。好了，这是我们说心善渊，视野宽，胸怀广，有格局。第4条，与善人。与就是给予。我们在给别人东西的时候，哪怕是对别人有好处有恩德的时候，千万要注意自己的态度。如果我们的态度是不仁的，不管我们对别人的好处多大，恩德多广，最后恐怕也要反目成仇。你看见水了吧？不管谁口渴，喝的时候态度都是一样的，脸多脏，到水边洗的时候都是一视同仁。中国有2个人物非常有意思，就是陶渊明和苏东坡，这是我们文化的2个符号性的人物。代表性的人物，特别是陶渊明，林语堂先生认为他是咱们中国文化最高的典范。可是大家仔细一分析，就觉得不大对劲啊，这陶渊明到底有什么呢？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吗？没有啊，官没做好吧，彭泽令没做好，不干了回家种田，那就把田种好也行啊。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，地都种成什么样了？文章就那么几篇，诗就那么几十首，薄薄的一本小册子，可是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的人物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知道，像陶渊明、苏东坡这种人，最好的作品不是他们的诗，不是他们的文章，不是他们的话，而是他们本人，他们的人格就是伟大的作品。陶渊明在做官的时候，家里边小孩没人照料，请个仆人照料自己的孩子，给儿子写个字条，告诉自己的儿子，此一人字也，宜善育之。这也是人家的儿子，你不要用这种呼三喝四的指手画脚的态度去对待他。你看，我们现在很多人一旦有了一点权利，就得意的不行。所以，拥有这种平等的人格的人，是非常值得人敬佩的。苏东坡不也一样吗？他说自己尚可陪玉皇大帝，我跟玉皇大帝在一块，我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卑贱。我跟那些贩夫走卒、农夫乞丐在一块，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高贵。所以这就属于一种像水一样的态度。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过这样的事情，比如说有一次我看到过一件事，姐弟3人对簿公堂，这姐姐就上来就说，你看我这弟弟妹妹多不像话呀，他们原来在农村，我把他们弄到城里来，给他们找工作，还给他们买房子，现在竟然到法庭来告我忘恩负义。弟弟妹妹怎么讲？你看我这姐姐对我们什么态度，简直比对奴隶的态度都不如。你是给人做了一些事情，可是你这种态度是导致这个结果的关键。所以我们经常说某个人忘恩负义，忘恩负义固然不对，可是恩人是不是也得琢磨一下自己有没有问题？比如我对你有恩，每次一见面我就提醒你，小子注意呀，我对你恩德如天，你不能忘了，你忘了就是忘恩负义。你每次见面都这样提醒他，他不烦死你才怪。所以要做到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长而不宰，与善人。第5条，言善信。言善信跟谁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喜欢拿什么东西作为讲信用的代表和象征呢？潮水，你看这钱塘江的潮水，到那几天就来了，非常讲信用。早知潮有信，嫁与弄潮儿。这不是中国古代女性对我们男性的这个不讲信用的吐槽吗？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搞清楚一个道理，你看我这人多热情，人家不管求我什么事，我立马就答应，总是回答没问题，这事包我身上。而有的人，你看他脸冷冷的，人家求他半天都不答应，可是为什么到最后对他的印象反而比对我还好了呢？那我不是白忙活了，白热情了吗？热情不热情是一回事，我们答应人家的很多事，如果到最后都没有做成，时间长了，人家就认为我们是食言。63章里边有这样一句话，轻诺必寡信。你太轻易许诺，最后不能兑现的话，就会失信于人。第6条，正善治。
我们喜欢用4个字来表达对好的政治、好的政府的期许，这4个字就叫正清如水。1. 水代表着公平公正，一碗水端平。2. 水代表着积浊扬清，把水里面的污浊渠道变得清廉。世风也应该有这种清廉之风，官场也应该如此。所以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顾炎武认为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顾炎武先生认为，积浊扬清是政治的第一要义，要清廉。依法治国4个字，大家有没有看到法和治2个字的偏旁都是3点水？依法治国它的出处就在这，正善治，正清如水。第7条，事善能。你想，大家工作那么忙，参加读书会干嘛呀？有人回答，当然是为了学习。那为什么要学习呢？因为人的本质就是一种学习性的动物。你看自然界里边很多动物，有的刚出生就能走路，它们族群的那点本事，学学就会了，就可以独立生存了。可人不行，10月怀胎，出生之后很长的时间里，还得需要家庭、学校、社会的照顾。可是恰恰就是这一段时间，看上去好像是无用的时间，却给了学习的最好的机会。所以哪怕你从学校出来工作，也应该如此。只要有机会，就应该向社会、向书本、向课堂、向他人不断的学习，增强自己的才干、能力和本事。古人讲，我们的才华就像那箭头一样，我们学习就像这个弓弩一样。才如箭足，学如弓弩。如果你没这个弓弩，就算你的箭头很锋利，也射不出去，无法发挥作用。所以通过学习，让我们增长自己各种各样的能力、才干和本事。通过事情的磨练，让我们是善能，就像水一样。你看水的本事多种多样，人也应该如此，这样才能给我们人生搭建更广阔的平台，在平台上纵横驰骋。所以说到这个事的意义，大家看一下价值的那个值字怎么写。人站直了才有价值，没有本事，没有才干，没有能力，为了一点小事，我们都得卑躬屈膝去求人，活得那么卑微，谁会瞧得上我？所以学习是为了让我们以后活得不那么卑微，这就是事善能。第8条，动善时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水是最会掌握机会的，该静的时候静，比如在湖里的时候，该动的时候动，在河里的时候快乐地奔腾。过不去的地方怎么办？那就绕过去，用迂回的方式奔向自己的目标。你说人生不也是一样吗？有多少逾越不了的障碍，我们都得懂得迂回，但是目标方向不变。可是这个方式方法，要懂得这样的迂回的前进的方法，因为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如此，螺旋式上升，波浪式前进，它不可能成为一条直线。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直线。所以大家看22章开头这3个字，那讲的就非常的明确，曲则全。在周易里把这个叫曲成万物而不移，曲成万物，这个曲线的方式，委婉的方式，这样才是更好的有智慧的处理问题的方式与方法。那拿什么东西来讲动善时，大家印象会更加深刻呢？更加觉得这是一种自然之道呢？那就是雨水，雨水也是自然现象吧？自然的原意就是本该如此的意思，雨水不也是一种本该如此的自然现象吗？你看这雨水就很会掌握时机。春天的时候，种子刚发芽，禾苗刚出土，万物刚复苏，如果下一场大雨，不就麻烦了吗？你看这春雨是怎么来的？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，春风化雨。从《道德经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老子有这个习惯，把复杂的东西要化繁为简，最好能用几个字来概括。所以我们也用几个字把这上善若水前面这8条先概括一下：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善利；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，居善地，善下。然后是善渊、善人、善信、善智、善能、善识。8条。
大家发现了没有？这8条有一个字还是一模一样，记8个字就够了。我们不是说《道德经》讲水的地方有10条吗？第9条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再重温一下第15章。15章里面有一句话叫“孰能濯以止，静之须清”。需要说明的是，《道德经》的确是经过很多人改造过，原来的本子没有以止这2个字，有的现在的本子里面也没有。可是大家在阅读时候发现，如果不加上以止2个字，就很难理解。孰能濯以止？怎么样才能让污浊停止，变得清澈清晰呢？你看后边这4个字讲得多好，静之须清，静下来，安静下来，宁静下来，它就变得慢慢的清澈清晰了。这就像我们拿一个透明的玻璃杯装上一杯浑浊的水，你怎么样让这水清澈呢？想必大家都知道怎么做了，那就让水杯静静地放在桌面上，水自然就变得清澈了。我们的人生不也像装着水的水杯吗？哪怕落了几粒灰尘，我们也应当要有定力，要学会沉淀。想要拥有远大的智慧吗？那就宁静以致远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最浮躁的时代，任何人在这种环境下都难以做到宁静。所以我们要让自己学会安静，所以读书不仅是让我们安静的一个好的方式方法，还有是让我们获得智慧的方式方法。所以大家看45章最后的这5个字，清静为天下正。这是我们说水的第9条。第9条我们怎么概括呢？叫善清，跟前面这8条相衔接，善清。第10条在什么地方呢？78章抬头的这句话，这句话也值得我们把它展开。因为大家知道，你看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些哲人写的书为什么都那么薄啊？道德经5000字，论语15000字，孟子35000多字，就这么多了。他们写书都写那么薄，里边的思想解读到现在还在解读。他们都有一个什么样做法呢？就是遇到一个大的问题的时候，关键的问题的时候，他先给大家一个形象，很多话他就不说了，大家自己去领悟。还有呢，你通过这个形象，你还要能够把握住向哪个方向解读他的思想才是正确的。大家看78章开头这句话，不就是吗？就有很多人告诉大家《道德经》不要去读了，让人变得越来越弱呀，变成弱者，真的是这样的吗？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，莫之能胜。天下还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吗？没有，拿什么容器装就什么样。随方救援的，这是外表；而攻坚强者，莫之能胜，这是本质。所以道家讲的弱，它只是让人学会示弱，根本不是让你成为一个弱者，要你不断地积蓄力量，真正时机到的时候，发挥作用的时候。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石头怎么样？水滴尚且石穿。金属怎么样？你看现在切割金属用的最主要的工具，还依然是水刀，达到一定速度，非常锋利。所以有些东西外表是柔弱的，可是内部蕴含着无穷的力量。这也就是道家讲的这个弱的真正的指向和目标。那这个指向和目标叫什么呢？大家看36章这5个字，不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概括吗？柔弱胜刚强，柔弱是外表，积蓄力量，等待时机迷惑敌人。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攻坚强者，莫之能胜，这才是本质。柔弱胜刚强是一种善于胜利的方式和手段，所以我们把这一章概括一下，不能概括叫善弱，而应该叫善胜。大家可能会想，你说这古往今来，有没有谁把道家的这种思想概括得最全面，最能代表我们中国人真正的心路历程呢？有的，我觉得就是游击战争16字令。有人说毛泽东概括的，有人说朱德概括的，有人还说是张东荪概括的。先不管是谁概括的，我们只看内容。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。打不过你我跑，我才不跟你争一城一地的得失，打得过你我也跑。我诱敌深入，不是说吗？有一种胜利叫撤退。
有一种失败叫占领，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。大家注意第3句话，敌劈我打，已经够狠的了吧？事情还没完呢，敌退我追。不过时机没到的时候，大家注意，你看看36章前面这2句话，时机没到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出来妄自张扬炫耀，喊口号顶什么用？鱼不可脱于渊，力量是有边界的，权力也是有边界的。要知道这个边界，我们都像一条鱼一样，要了解这个边界，不要老想着在这张扬炫耀。鱼不可脱于渊，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一个国家最锋利最尖端的武装力量，像宝剑一样，一把明晃晃的剑，不在剑鞘里放着，你时时刻刻拔出来威胁别人，别人的反应就是要把你这把剑给折断。你老在那炫耀，人家已经找到了解决你的方法，对付你的方法。鱼不可以脱于渊，国之利器不可示人。柔弱胜刚强。到这里，道德经关于水的这10条都讲完了。上善若水，我们来概括一下：善利、善下、善渊、善人、善信、善智、善能、善识、善清、善胜。上善若水在我们文化里占据的地位非常高，做人要做上善若水的人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。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的话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，也欢迎你在留言区给出你的分享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